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那从昨天晚间到今天，整个金融市场都处在一个上涨的行情当中，包括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包括 A 股市场，也包括了今天创新高的在64000点美金附近创新高的比特币。那道琼斯工业指数在这个位置上，昨天是低开高走之后，最终收盘负的0.06%微跌了一点点的整体行情处在一个上行趋势当中。但这里的上行趋势，我们认为是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尾声阶段。这里的尾声阶段，我们看到了一个高点39282点，这个位置到达之后，周线级别的唐僧阳线宣告结束。结束之后，我们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可能会发生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其中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这根阴线产生于2月27日。这根阴线出现之后，后面的行情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调整。同时，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它的一个反弹趋势过程当中，在上一个交易日，A 股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呢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但今天的反弹 K 线将这根悟空阴线杀死了。斩杀掉了，但这根悟空阴线呢没有完全死掉这个悟空阴线仍然存活的条件下，下方是有机会出现八阶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最终呢让 A 股市场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得以终止。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市场在今天出现了64000美金的高点出现之后，我们在周线级别上已经看到了比特币市场在周线级别第3轮次的唐僧阳线已经出现。这个唐僧阳线出现呢，是一个阶段性见顶的信号，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 K 线西游战法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规律，所以呢，周线级别唐僧阳线出现之后，在本周，特别是今天是周4的这个关键时间点应该非常注意，应该小心一些。对于主流币比特币和以太坊来说，我们对会员群朋友对视频号的朋友建议是进行一定的减仓，因为市场已经接近非常疯狂的位置，这个位置我们在周线级别上已经完整的从23年初的行情当中到现在为止是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唐僧阳线。在整个的3轮周线级别上涨过程当中，我们是经历了无数多次的调整动作。那么第3轮次唐僧阳线出现之后，大概率会有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当然了，目前为止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还没有看到完整的一个标志性的下跌阴线作为我们这个指标的支撑，但是呢，已经到了周末周5、周6、周天，我们算周末行情，一定要小心这个标志性的悟空阴线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可能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出现。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标志性的悟空阴线，4小时级别的悟空阴线的话，可能会进行快速的深度的调整。那么这里的调整通过测量，我们认为可能会回踩到54000到56000美金，它是一个对称性的调整。因为在行情当中，我们非常多概率看到这种对称性的调整，这种调整往往是怎么涨上来的，怎么跌下去。那目前对于比特币来说，在周线级别上是唐僧阳线已经出现了，它不太可能出现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因为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过程当中，它消化了很多利空，回补了前面行情当中的很多空头方向的筹码密集区。那么上涨完成之后，大概率可能会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进行的是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过程。那如果是4小时级别调整，目标点位是56000美金，这里我们就看到了4小时级别怎么涨上来的，将可能会怎么跌下来做一个对多头方向筹码密集区筹码空缺区的一个回补动作。那如果是日线级别上的下跌西游，将要看到54000美金。那54000美金是前面行情当中箱体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上边线的一个位置。所以呢，这里的调整基于2个时间级别，一个是4小时级别的调整，一个是日线级别的调整。所以呢，在目前虽然趋势依然处在上行的过程当中，要提防这2个时间级别的调整带给我们仓位上的一些损失。因此呢，在不断的上涨过程当中，适当的减少一些仓位，控制仓位，在行情当中随波逐流，最终呢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个利润往往是趋势上的利润带给我的，但我提的是控制仓位是减仓，而不是全仓卖出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然后在比特币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以太坊、看到了 BNB 的一个上涨过程。同时呢，我们通过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认为这个交易对仍然处在一个弱势的结构当中。前面行情当中
以太坊对比特币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由，然后随着比特币的快速上行，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迅速回落，让以太坊的涨幅落后于比特币。那对于 BNB 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在比特币快速上涨的过程当中 ，BNB 对标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但我认为 BNB 作为本轮行情非常重要的一个币种，在这轮行情当中表现非常不错，目前已经突破了$400。那这种情况下，我认为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在未来肯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最终呢会在日线级别上让我们看到日线级别50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144日均线、169日均线，上穿200日均线之后出现一个快速上行的动作。那如果在币安不断进行 IEO 的同时，在这轮牛市 BNB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一旦突破200日均线的话，那么 BNB 一定会在本轮行情当中冲破$1000。我们给出的目标点位，应该是在$2000到$2500附近。因此呢 ，BNB 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币种。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也看到了BNB 的调整时间非常长，从21年至今已经调整了3年。3年的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BNB 从高点$691一路调整到$220，然后围绕691高点到220这个筹码区间做了反复的震荡，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的底边线位置大概是在$220附近。因此呢，在前面行情当中，我说$220下方就是 BNB 的一个黄金坑。那么它从黄金坑走出来之后，经历了各种事件上的挫折，包括了 CZ 在美国被起诉罚款几十亿美金。那么走到这个位置上，它仍然如此坚挺。作为CFI 交易所的一哥来说，我认为 BNB 在这轮行情当中表现非常不错。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 BNB 走出了一个完整的本轮行情同步比特币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细由。那么上方经过再次调整之后，因为这个位置上同步了比特币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细由，将有可能做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调整。同时呢，目前这个结构也是这个日线级别上涨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如果能够出现周线级别上涨细由之后的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那么将会是一个新的进场的位置。我们看前面行情当中它就做出过这种下跌收敛三角形的调整。那如果 BNB 再次在未来一段时间做出这样的调整的话，那么将是一个新的进场机会。那么这波行情主要是主流币包括了比特币、以太坊和一些热点板块的一些主流币的一些上涨。我们可以通过 iCoin 的这个热搜看到，最近热点币种包括狗狗币道指 AR 是我前天行情当中提到的，因为已经在这个热搜榜当中了。还有 WLD、ORDI 这都是今年非常热点的币种还有 APT、GPT。当然了，我更多的认为 AR 可能会走出一轮更好的行情，因为这轮行情我们已经看到了，已经穿过了$30。穿过$30的同时，它的一个上涨结构在日线级别上构成了日线级别上涨细由，它是一个完整的日线级别上涨细由。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本轮行情在底部位置，它走势非常清晰，逻辑非常完整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之后，目前是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周线级别上涨细由的一个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沙僧阳线走得非常坚挺，那上方可能会走出唐僧阳线，到达$40以上。所以呢，对于这种热点币种一定要给出重点关注。那我昨天提到的RAY 今天涨幅榜排名第6左右也是表现不错它主要是一个下跌收敛之后的一个反弹。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RAY 走出了2轮周线级别上涨细由，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细由，唐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开始调整，做出日线级别2轮下跌细由之后，下跌的收敛三角形变成横盘的收敛三角形。我们认为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容易发生变盘的这个位置，因此呢，在今天出现了一个快速脱离结构的一个走势。在这样的快速脱离结构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蓝色线10日均线被红色线蓝色线5日均线被红色线10日均线上穿之后，构成了一个上涨突破行情。因此呢，如果能够继续上行的话，我们认为 RAY 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RAY 本周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新的悟空阳线之后，作为SOL 板块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币种，我们认为它能够走出下一轮的周线级别上涨。这个 RAY 呢是在我们7月份去年7月份就开始布局，目前已经获得了10倍的利润。回踩之后呢，再次开始布局，上方仍然有10倍空间，是可以重点关注。
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也希望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订购我的书或者进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